北戴河会议正密集进行，一枚政治炸弹突然引爆。一份据称由李克强亲笔撰写的历史手稿在此时曝光，内容直指习近平2018年推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完整过程。李克强甚至形容那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7年前的对话，密室施压与高票通过，如今在中共21大前权力暗流涌动之际重现。这纸文件会否成为改变格局的关键变数？您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真。2017年年底，北京的寒夜里，时任中共总理李克强应党魁习近平之约，走进中南海西楼会客厅。习近平开门见山，我们准备推动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国家要稳定强大，必须要靠集中领导。党和国家正处于转型关键期，领导核心不能轻易更换，这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李克强说自己心头一震，他意识到这将是一次偏离制度正轨，对国家前途构成严重威胁的重大决定。于是他回应说，总书记，改革尚未完成，现在修宪不仅会引发体制内外的不安，也将严重损害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与信任。习的回应非常冷硬，他说，这不是你个人可以左右的问题，是党中央统一考虑后的决定，大局已定，不容反复。李克强仍坚持，我们不能以个人意志取代制度约束，权力必须受到规范，这是我们始终追求的改革方向。习沉默片刻后，只留下一句，历史会证明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这场对话，习李两人的思路毫无交集，最终话题草草收场。李克强说，当时的气氛中弥漫着难以言说的警告意味。他明白，他的反对注定将带来恶果。这次会面后，李克强在国务院系统内部启动了风险评估机制，并试图联系体制内仍保有良知的法律专家，尝试能够共同发声阻止。但我很快意识到，在强调政治态度的氛围下，反对的声音往往被定性为不忠，甚至遭受打压，于是沉默变成了更安全的选择。数周后，2018年1月12号，19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一周，中南海安保骤然升级，警卫力量显著增援，各条通道封锁严密，副部级以上官员被中纪委逐一约谈，名为沟通，实则施压，所有人都被要求站稳政治立场，统一思想认识，必须毫不含糊地表示支持即将到来的修宪决定。李克强将这次修宪行动形容为一场赤裸裸的军事政变。在这种高压氛围下，所有的官员都明白，一旦表示出犹豫，不仅试图断送，甚至可能成为政治清算的靶子。1月18号至19号，中共19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建议中最具决定性的修改是删除中共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连续任职不得超过2届的限制，打开了连任的大门，为习近平终身执政清扫障碍。2月25号，新华社授权发布建议全文，社会舆论震动，反对声一片，但这些声音很快就被压制、被屏蔽，官方话语强行占据主导。此时的习近平已在中共19大确立其核心地位，依托军队、中央警卫局与中纪委，构建起一套史无前例的强制性权力结构。在习的铁腕统治压迫下，中共的整个机器被迫跟随其意志调整方向。3月11号，北京大会堂内如期响起掌声，修宪案以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获得通过。习近平也因此实现了对国家最高权力的无限期控制，迈出了其终身连任的关键一步，成为新一代皇帝领袖。李克强没有说自己投了什么票，反对票或者是弃权票，但他在手稿中为自己辩解说，2018年并非所有人都沉默，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修宪，我努力过，虽未成功，但我从未放弃理性。国家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国家属于人民，属于法治，属于未来。习近平修宪通过的消息引发全球震动，美国国务院表示严重关切，欧盟终止法律与人权对话，日本政府在 G20 峰会期间公开质疑中国的制度透明度。这份手稿的落款日期是2018年12月，显示这篇文章是在习近平修宪那一年的年底写的。李克强认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修宪行为已经公然越过政治领袖应有的权力边界，是对宪法精神、制度原则以及人民意志的深刻背叛。他认为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场将深远影响中国未来政治、经济、金融、社会与外交5大领域的系统性冲击。其中，在政治层面，终身制回归打破了制度管理逻辑，个人崇拜回潮，官僚体系运作开始转向唯上是从，改革派与实干者将被边缘化，政策执行会重形式轻实效，基层治理效率下降，社会问题难以反馈，民情难以传达。在经济与金融层面，信心流失，系统性风险加剧，市场预期恶化，产权保护动摇，民营资本选择观望，甚至加速撤离，创新动力被削弱。同时，外资撤离，产业链外迁，地方债务与养老金缺口，中小银行风险同步挤压，但却缺乏有效修复机制。他警告，若制度环境持续恶化，中国经济可能陷入低欲望、低增长、低效率的结构性衰退，并伴随金融体系的信任崩盘，风险会进一步扩散至社会与外交层面。在社会层面，将出现中产阶层撤离现象，低层群体压力加重，中产移民与资产外流并存，青年就业困难，家庭收入缩水，教育与养老压力倍增。一旦就业、房地产、债务3重危机叠加，将引发中小企业倒闭潮、城市失业潮，并可能导致社会不满集中爆发的连锁反应。在外交层面，信任断裂与风险外溢加剧。西方国家调整对华定位，技术封锁升级，合作机制中断，去中国化加速，南海、台海等地区的误判风险增加，地缘冲突隐患上升。他强调，这些变化并非源于外部敌对势力的围堵，而是中共在失去制度信用、改革路径和社会共识之后，不得不面对的真实代价。不幸的是，李克强在5年前的预言现在基本上都变成了现实。李克强说，终身制的回归不只是政治上的倒退，更将深刻影响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它会让民众原已负重的生计更加艰难，让本已微弱的声音更加沉默，让普通人对未来的希望变得更加遥不可及。至于写这封信的原因，李克强在手稿中表示，他写下这些话不是为了个人辩护，也不是为了被记住，而是为了表示2018年并非所有人都沉默，也并非所有人都认同终身制的回归。他呼吁中国必须重新走回正确的制度轨道，让人民不再为权力失控和制度逆转付出沉重代价。但是不认同归不认同，有观点认为，对于习近平的修宪，李克强作为中共的第2号人物，他没有负起自己的责任。例如，在习近平第3次连任人大投票的时候，以2952票全票通过，没有1票反对，也没有1票弃权。这些赞成票里一定有李克强的1票。在习近平下台呼声日渐升高之际，又恰逢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共21大前的权力格局暗潮涌动，党内外对接班问题、军队整肃、经济困境的讨论持续升温。李克强7年前的文字突然流出，这份手稿所披露的内容有可能会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被重新解读，甚至成为影响21大政治议程的潜在变数。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